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月26日，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直播直播二的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有点多啊。第一个是中国有那么受投资者欢迎吗？这是个题目，前2天就有网友提出来啊，我等一下解释。第二个是拜登和普京通话，话里有话。第三个是川普弹劾案的启示啊，那我们其实还有很多新闻，今天新闻非常多，但是我今天就选这3个吧啊，那么还有一些我会补充一下啊。这件事，中国这个受外商投资这件事情是1月24号，联合国贸发组织啊，或者叫贸发会议啊，发布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其实是讲全世界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情况。那么其中呢，中国的数据呢是1630亿美元，说2020年去年中国吸引了外国投资是1630亿美元，那么超过美国，美国去年是1340亿美元，那么成为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收国。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中国媒体就大肆宣传啊，一直人民网、新华网都做得很大，一直包括路透社、华尔街日报中文版都做得很大啊，都在讲，所以中国就成为这个外商投资的热土啊。那么当天就有网友提出这个问题啊，我当时因为很多新闻我没有来得及去看这个数据啊，后来我看了一下这个数据，我觉得1630亿有点不靠谱，但是因为没有时间，那么今天呢，今天我就把这个数据跟大家捋一下啊，看看这个数据到底怎么说。先把这报告说完啊。报告指出，总体而言，由于武汉肺炎疫情使得很多国家经济陷入停滞，那么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大幅下滑，那么全球的外国直接投资跌到了多少呢？8590亿美元，比这个上一年2019年下降了42%啊，那么大幅下降，比这个金融危机最严重的2009年还要下跌了30%，所以实际上是大幅下跌啊。那么其中发达国家下跌的幅度更大啊，那么美国下降了49%，所以才跌到了1300多亿啊。那么整个发达国家只平均下降了69%，欧盟下降了2%啊，也66%啊。那么英国就没有新的外资流入，所以整个发达国家都非常的差。那么发展中国家也下跌了12%，那么中国就一枝独秀，增长了4%啊，增长4%，4%是一个你一看这个数据，美学效应啊，这是一个美学效果的这个数据啊。涨太多又不好意思啊，涨太少呢又觉得不能说明问题啊，那就5%以下4%吧，大概是一个美学上的概念。那我为什么今天要讲呢？我今天看到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它的作者叫老蛮，或者是叫蛮族勇士啊，他是网上一个很有名的网友，就是他经常去拿这些数据啊，收集各种数据来分析啊。他的一篇文章他1月24号发布的一篇文章叫《2020年中国外贸全景图》啊。他这篇文章的结尾提出一个问题，说这个去年中国有4000多亿美元的外汇不知去向不明啊。那么我就把这个老蛮的这篇文章直接就拿一些核心数据跟大家说一下啊。他这么说，他说中国去年的这个货物贸易顺差达到了历史新高啊，历史第2高，5351亿啊，就是中国出口很好，所以货物贸易有5000多亿的顺差。服务贸易有1473亿的逆差啊，中国一向服务贸易有逆差啊。
那么投资领域有343亿的净头寸。什么叫净头寸？就是实际利用外资减掉对外投资啊，那么就是1444亿实际利用外资减掉对外投资1101亿，合计就是有个343亿的头寸。然后呢，他把这个账一汇总，那么理论上中国去年应该有4221亿的这个外汇收入，净收入啊，那么这是一个结论啊。然后呢，但是呢，他去分析了一下这个，再加上什么呢？中国还在外国发行了680亿的这个外债，那么加在一起应该是多少？至少应该有4900亿的这个外汇收入。然后他去算什么呢？他去算这个人民银行的外汇占款，外汇占款呢却萎缩了1090亿人民币，那么等于是萎缩了153亿美元。那么合在一起，那么理论上应该有什么呢？应该就是出现的这个外汇收入应该是在人民币占款里面啊，那么反映出来。但是他把这个人民币占款和服务贸易、货物贸易、外商投资、外债加在一起，合计算了一下，有4000多亿的钱不见了，去哪里了呢？他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啊。那正好，其实我心里就装的这个外国直接投资这个数字啊，那我就正好啊。拿着这个老蛮的这个数据啊，还拿着这个叫什么啊？联合国贸发组织的这个数据，我们来算算账啊，算算账，到底中国有多少投资？就是到底去年中国吸收了多少外国投资？或者我们翻过来讲，中国的这个我们讲国际账本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是一个很好的角度啊，可以通过这些金融数据来分析实体经济的状况。因为金融是什么？金融其实就是账本啊，就是你很多东西最后要在账本上记下数字的啊，所以你可以通过金融数据来看实体经济的状况。老蛮这么算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是一个侧面的方式。但是呢，有一个分析工具啊，分析中国金融或者分析中国经济，有个金融工具叫什么？叫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啊。这个表呢，就是来分析这个账本的啊，就告诉大家这个账本到底是怎样啊。那我发布这个国际收支平衡表的是外汇管理局啊，大家可以去外汇管理局去查这个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那么跟这个平衡表其实完整的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资金的流入跟流出啊。大家是记住这个外国直接投资是会在这个平衡表上反映出来。那么这个平衡表是怎么个结构呢？它其实呢，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就是2个账本，一个账本叫经常账户，另外一个账本叫资本和金融账户啊。那么这2个账本合并在一起，结余叫什么？叫储备资产。储备资产你就直接就当做什么？当做外汇储备就好。所以实际上呢，中国的这个国际收支最终的反映的项目在哪里？在外汇储备。所以这个你用这个工具来分析，就很方便啊。那我就跟大家讲啊，报告啊。那么中间还有个差额，这个差额叫误差与遗漏。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什么？就是经常账户的结余加上这个资本和金融账户的结余，然后结余合在一起，应该反映在哪里？外汇储备的增加值啊，就应该是一个这样的结果。因为你资本进出嘛，资本进出最终会反映在人民银行的外汇储备里面。
那中间会有个差额，就是它不一定合在完全碰到一起，那么中间有个差额，差额人民银行就加了一条，也否则这个账平不了，那怎么办？加一条叫误差与遗漏啊，这一项误差与遗漏呢，以前会有啊，现在这种可能性非常小。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一项？这一项你就把它理解为什么呢？理解为资金外逃，就是资金跑掉了，资金跑掉了就出现了误差，算不出来，对不上账啊。那么好，我们就用这个工具啊，叫国际收支平衡表来分析。那么第一个货物贸易老蛮的数据是有5351亿的顺差啊，这记下来。服务贸易啊，我们现在讲经常账户啊，有1473亿的这个逆差，那么这是两个账啊，两个数据啊。然后就是资本和金融账户，资本金融账户它就有三项。第一项叫直接投资，就是外国直接投资。那刚才我们讲用那个联合国的数据，联合国其实就是人民银行给他的数据啊，1630亿。然后还有一个项目叫资本证券投资，证券投资就是什么？就是 QRII 直接跑到中国股市，或者是跑到中国的债券市场啊，这部分钱叫证券投资，300亿大数。现在没有所有的数据都没公布，我们现在是拿我们手头上官方已经公布的数据来说啊。其他还有个其他投资啊，资本和金融账户，这就这三项。其他投资我们就当是零啊，没有数据啊。那么结余应该是多少呢？结余应该是5808亿，跟老蛮数据有点不一样啊，我这数据比他还要大。这是大家记住5808亿，5808亿应该是什么？应该反映在中国的外汇储备，因为你国际收支进来了这么多钱，刨掉出去的钱，你进来净额有5800亿，也就是说外汇储备应该增加5800亿。那你看一下啊，2019年12月31号，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多少？31079亿。那么2020年12月31号，中国的外汇储备是32165.22亿，增长了多少？增长了10086亿，86.22亿。那么也就是说，本来应该增长5000多亿，5800亿，结果只涨了1000亿。那么中间差了多少呢？中间差了4722亿啊，4722亿啊，这有个这么大的差额在这里，4700亿，将近4800亿啊。然后呢，我们再做一些评估啊，中国每年的误差与遗漏，也就资金外逃啊，中国的资金外逃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规模呢？给大家一个概念，1800亿到2300亿之间，这就是过去5年啊，过去5年的数据就是1800亿到2300亿，大概是在这个幅度中间啊波动啊，也就是中国每年有2000多亿美元的外资国内的资金跑掉了啊，悄悄的跑掉了，地下钱庄各种。虽然2018年开始中国进行了史上最严厉的外汇管制，但是我经常讲啊，就是外汇管制只能把这个资金流出的时间拉长，它不能改变结果啊，所以资金一直还在外流啊。那1800到2300，我假设去年2020年中国的资本外流2300亿，我们用最高值，那么达到2300亿，大家知道多少钱人民币吗？15000亿，中国的资金外逃达到15000亿啊，这么大的规模啊。那么结果是什么？你刨掉这个2300亿，那么4722亿减掉2300亿，那还差多少？还差2422亿。
也就是说，中国国际收支的账本出现了个2422亿的大窟窿。这个大窟窿有多大呢？比去年中国外国直接投资是多少？1630亿，它报出来的数是1000，这个2400多亿比这个1600亿还要大。也就是说什么？就是说这个账本上的数字反映什么呢？就是把中国去年外国直接投资的这个总数拿掉还不够，填不上。说明什么啊？结论四个结论啊。第一个，中国去年吸收外商投资啊，就是外国直接投资数量少得可怜啊，这个少得可怜，就大幅下跌是肯定的啊，这是一定的。这个数据，这1630亿纯粹瞎掰啊，这个结论绝对有根据啊，我敢肯定这么说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对外的贸易和投资的数据注水造假非常严重啊，大部分都超过了50%以上的注水和造假，这第二个。第三个，人民币汇率现在的高涨有2个原因，和中国的外贸没有关系。第一个原因，内部的需求极度的疲弱，导致了外汇需求的减少，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高利率形成的息差，就这2个原因啊，这是第三。第四，这些数据造假无法掩盖内部经济的问题啊，所以像路透社去完全不分析这些数据，实在是不专业啊。我觉得一些财经媒体完全不分析，实在是不应该啊。这个数据其实不困难，你拿国际收支平衡表往里面一填，这个数据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啊。所以呢，我这里就跟大家分析一下，中国到底有没有那么受这个投资的欢迎呢？没有，这是骗人的，这就是结论。OK， 好，我们讲第二个。1月26号，美国总统拜登就职以后首次跟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啊。那么根据美方对这次通话的描述啊，拜登对普京说，俄罗斯和美国应当在核武控制条约2月到期之前完成续约5年的工作。然后拜登还说啊，拜登对这个俄罗斯逮捕意见人士纳瓦尔尼还有就是莫斯科的网络间谍行动和悬赏击杀驻阿富汗美军的问题表示关注啊，这是拜登对普京说的。那俄罗斯那边没有公布普京对拜登说了一些什么啊。然后就是白宫的官员说这个拜登就职的头几天啊，俄罗斯方面就跟白宫联系啊，希望能够通话。那么拜登呢，先跟3位西方的盟友先通话，第一个是英国首相约翰逊，第二个是法国总统马克龙，第三个是德国总理默克尔，第四个是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啊，他向这个北约秘书长保证美国会致力于维持西方应对俄罗斯威胁的北约。这跟当初这个川普总统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川普总统认为北约是不需要的啊。当然这里面核心的反映的是什么？核心的反映是川普总统对待俄罗斯的态度和拜登对待俄罗斯的态度完全不同啊，完全不同。川普对待这个俄罗斯的普京非常尊敬啊，无数次的想跟他交往啊，只是碰上了通俄门，没有办法继续结交啊。他不断的表达对普京的这种尊敬的态度啊。那当然，拜登政府的态度是什么？拜登政府的态度对俄罗斯的这个
态度是这样啊，就是说，双方交往的时候客客气气，但是拜登政府把俄罗斯定位是仅次于中国的战略威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拜登先要跟北约秘书长先通个电话，告诉他我们要维持北约的态度，因为有俄罗斯的威胁，才会有北约的存在，才会美国才需要跟欧洲的盟友建立这个合作的关系啊，这是大前提啊，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拜登和普京通话了啊，这是一个啊。另外还有一个，今天下午参议员共和党参议员啊，这个 Rand Paul 下午提出了一个程序问题，要求就这个弹劾案，就是川普的弹劾案进行合宪性投票。合宪性投票就是他认为，对川普已经下台的总统进行弹劾违宪啊，违宪。那么这个投票很重要啊，为什么？因为这次投票其实是反映了什么？反映了在参议院支持或者反对弹劾的这个力量分布的情况啊。那么舒默就要求投票搁置这个动议啊，不能投票去进行合宪性的投票，那么要搁置，所以先就舒默这个搁置投票进行投票啊，要扼杀这个保罗的这个程序啊。结果是什么情况？结果就是舒默赢了，舒默的动议赢了，他获得了55对45的通过。那么有5名共和党的参议员支持舒默是民主党的领袖啊。那么这5个人，那么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这次投票可以看到啊，在参议院所有的民主党都支持舒默，有5名共和党支持舒默，但是有45名是反对的啊，包括麦康奈尔，包括共和党的参议院的领袖麦康奈尔都投了反对票。那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力量对比，也就是说，如果现在马上进行参议院的关于这个审判的投票的话，那其实弹劾案是过不了的。为什么？因为弹劾案需要17票，要有17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倒戈参加到民主党这边来，才能通过弹劾案，否则的话，这个弹劾案是过不了的啊。也就是说，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那共和党仍然在支持川普。川普如果现在投票，川普不会被弹劾。那么这个启示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接下来，参议员将在审判期间担任陪审员啊，就是今天宣誓就职，但实际上的审判会从2月8号开始。那么参议院最资深的民主党临时议长，叫 Patrick Leahy 将主持审判啊，大概是这样啊。这次我们可以通过这次投票，我们可以预判就是对川普的弹劾，在参议院应该过不了啊，除非发生一个非常急剧的变化啊，才会发生这种可能性，否则的话这个过不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川普弹劾案的启示啊，通过这次投票可以看出来。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3个主题，总结一下。第一个，
中国号称是超过了美国，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收国，这件事情是数据造假，吹牛的，没有这回事啊。那么中国在对外的贸易、对外的经济贸易活动当中，数据基本上都在造假啊，这是一个结论啊。第二个就是拜登和普京通话但是从这个通话来看，拜登还是把俄罗斯当作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战略威胁。第三个就是参议院进行了一个投票，反映了目前来看这个川普弹劾案在参议院过不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3个主题。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OK， 我们今天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那么之前也有网友提出来说这个希望我多讲讲财经的故事、财经的内容、财经的新闻，我也会的我也会我都会讲只不过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面稍微的拉宽了一点就包括的美国的政治我们会关心，中国的政治又会关心，然后中美关系又要关心，然后所以呢，中国经济呢我们也会关心，但是就可能时间就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它会是我们的一个组成部分好，明谢 Kevin 黄，谢谢New Z 川云，谢谢今天是我的生日，请王老师吃块小蛋糕。1年多来，王老师的节目让我受益良多，万分感谢祝你生日快乐周玉新，谢谢互换小熊猫 OK 好吧，我现在不知道让他待在什么位置有点困难让我想想好吧。情况，我在台湾，说一下台湾的投资情况。我是从事建筑工程的，从去年起我们这个行业在工业区有太多的厂房要盖了，外商投资，台商回流，台商自己扩厂，常常叫不到工人，工人工资也涨很多。我一个小主管薪资也有涨，平均1个月也有2万人民币，我算普通水平的 OK。 去年开始去年上半年开始，台湾的景气度飙升，所以台湾去年我印象中是涨了3点几吧，排全球第一，全球台湾是去年全球第一经济增长最好的一个地区观点，军购，例如向俄罗斯购买武器属秘密支出，未列入统计，谁都不知道有多少。你是说中国吗？军购，中国从俄罗斯现在买的武器并不太多中国从俄罗斯买的最多是什么？石油，高价石油，那是个笑话情绪，我觉得我很认真的觉得中国人民现在的命运是否有命数或者是国运的因素在里面。如果华盛顿或者李光耀在中国，无论如何也不至于到今天这个几乎重返文革的地步 OK。 李光耀肯定不在中国如果李光耀在中国，他就不是李光耀为什么？你想一下，李光耀新加坡出了一个李光耀，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只有在新加坡这个时空下他才成为李光耀，他在任何一个其他地方他成为不了李光耀。新加坡也因为有李光耀才成为现在今天的新加坡，所以呢是李光耀成就了新加坡，也是新加坡成就了李光耀，这是互为因果的一个关系。如果李光耀跑到中国，你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观点，中国和其他接受全球化体系的国家不一样，像日本和韩国、台湾虽然在进入全球产业链的初期
也搞过一些山寨行为，但是目标只是为了挣钱，挣的钱用来产业升级，发挥创造性，为全球体系做了贡献。而中共把中国人靠全球化赚的辛苦钱，用各种手段搞过去，是为了破坏国际秩序和体系，为了红旗插遍全球，让一个体系的破坏者长期加入体系，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才是现在很多弊端的真正原因。祸根在中共，不在全球化。中国有没有破坏全球化？中国是这样，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啊。我们要知道，国际组织有个基本原则是什么？就是大家都是君子之交，就是我做出了一个承诺，我就会去实现。如果我不实现，我名誉扫地，然后以后我讲话就没人相信我了。那我在国际上就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就基本上是这样。我信用破产的话，我基本上就不用混了。国际组织大体上都是一个这样的游戏规则。那么中共出现了之后呢，这件事情就不一样了啊。中共就它其实是国际组织，它不可能像我们的就是国内法律那么严格，它中间既然是君子之交嘛，我们约定就好了，有些东西是不会那么计较，就是我们大致上原则就定了。但是中国一来之后呢，中国就利用国际组织这些规则，它不那么严谨，它就钻空子，各种空子啊，各种空子，从世贸组织到这个世卫等等，中国就在这个国际组织当中就扮演那种不要脸的角色啊，就是一方面钻空子，另外一方面收买。就是把他的腐败延伸到国际社会，就他其实是在破坏这个原有的国际秩序。这跟全球化有关系，有一定的关系，但不完全是全球化的问题，而是中国对待国际秩序的态度的问题。他不是一个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他是个破坏者。这个网友说的是对的，但跟全球化关系不太大。全球化是它的一个环节，一个部分，但它主体是这个方向。美国是什么呢？美国是国际秩序的一个维持者，它甚至是这个国际秩序的建立者，它既是建立者又是维护者，所以它基本上当一个国际世界警察的这样的角色。他当世界警察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他就看，哎，你这违规了，我跟你说啊，然后我们就在国际组织当中说你违规了哈。然后你再不听是吧？那我就制裁你了，就用国际组织来制裁你。美国是在干一件这样的事情。那原来中国也不敢这样，因为美国会制裁他。川普上台以后，他就不干这件事情，那不就中国就把这件事情给放大了嘛？所以这4年下来，其实国际秩序、国际政治秩序、国际经贸秩序等等，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就这个原因啊。所以，美国就是中国毫无疑问是现有国际秩序的破坏者，他要破坏现有的秩序，建立一个他想要的秩序，这就是现在的判断啊。观点：贸易赤字是美元作为全球交易货币必不可少的。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就需要向世界输出美元，而输出美元和贸易赤字是等效的啊。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当然是美国的利益，而不是损失。输出美元，输出繁荣，将低利润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帮助穷国变富的同时，也可以让美国依靠高科技和产业链的优势赚到比以前更多的利润，非常正确，这是常识啊。但是，有一些人就没有啊，所以，提问：如果中国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不足，中国的消费能力也有限，为什么欧盟这么想进入中国市场？为什么不惜和美国不和？也不是进入美国市场。
其实这些投资协定是什么意思？这些投资协定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它其实大部分的这种投资协定都是防守型的，一不小心你有钱了呢，那我能进入你的市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欧盟有多想进入中国市场？欧盟已经进入中国市场。就德国在中国卖汽车卖得风生水起，对吧？法国在中国卖汽车卖得破产，这个不同的企业在中国市场的表现不一样。有多大的吸引力？我不是说完全没有吸引力有吸引力，因为有14亿人口，当然有吸引力。所以外国投资者过去30年在中国市场帮中国把经济搞起来，成为第2大经济体，这绝对不是浪得虚名啊！但是2020年中国吸收外资肯定是撒谎了，所以我说的这件事情跟你说的这件事情不矛盾啊。情况，刚才有个在大陆的香港人要订房，我说支持5大诉求8折，爱党爱国就别来。结果他反问我5大诉求是什么？想问一下王老师和网友们，是不是香港本土有很多人其实并不关心香港的命运？谢谢。如果他在大陆的话，他没有回香港的话，他可能真的不知道这是有可能的。另外，如果他真的作为一个香港人不知道5大需求的话，那也是真的不应该，我觉得真的是不应该啊。观点加提问：中共不断的在国内经济数据上造假，在外交领域不断的造谣，在对内维稳方面不断的监视审查民众言论。有一点我不明白的是，全世界没有一个政府有那么高的行政成本，为什么中共还是屹立不倒？我知道这些钱也是收割韭菜来的，但是这种方法不会让国民的创造力和财富枯竭吗？创造本来就没什么创造力，都是抄的嘛，没什么创造力。那么你可以看6亿老百姓一个月收入少于1000块，不就是这个结果吗？所以我们翻过来讲，中国靠内需是不可能的中国经济靠内需支撑它的发展，那是不可能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中国老百姓太穷，根本就他们的消费根本不能支撑整个经济的运行。观点，关于上一个节目，我认为历史文化也有优劣的，有长期大一统编户齐民，每200-300年来一次大崩溃，人口大量死亡的文明，也有长期保持分权，各地都有各地自己的议会，各阶层包括平民都可以不同程度的参与政治，厚积薄发产生了整个现代制度的文明，这些都是历史，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东西。重点是未来向哪条路走。脱离集权大一统是走向现代文明的必要条件，认清楚自己的政治文化在历史上长期的恶劣是走出历史循环的第一步。这个话是没有错的那么文化历史是有优劣之分，但是我不倾向于把它用优劣来评价那么文化历史只能说是有不同的形态我并不觉得有好和就是优劣之分当然你说的你讲的这部分是更多的是政治制度政治制度是有优劣之分，文化历史我不觉得是优劣之分这个我们可以再讨论，好吧？观点，因为中国是头号威胁，所以拜习至今没有通话。我上次看什么节目说这个拜登就职典礼邀请了台湾的代表萧美琴参加他的观礼那么也邀请了这个中国的驻美大使崔天凯，应该是崔天凯就没参加结果是这样的结果。所以你想一下，他们会通电话吗？我觉得没那么快吧
情绪 CCP 太无耻，非疫情区药店都买不到退烧药，小孩发烧要出县级医院治疗，太下流了。以后还要没收粮食嘛？希望王先生读出来。OK， 读出来了。王老师，听你节目1年多，提一个跟节目无关的问题，请教你一下。我今年26岁了，是自考本科行政管理毕业，家庭条件一般。以前断断续续在电商公司做过淘宝运营工作，然后2020年做过半年多的平安保险电销，目前已经辞职有几个月了，现在考取了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我是继续读法律硕士好，还是专心做实习律师？今后从事律师职业好？我比较担心读出来就30岁了，这个问题一直很纠结，想听听老师的看法和建议，谢谢。老实讲，我就没办法给你建议，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你想干嘛为什么？因为你只是告诉我你做过些什么，但是你没有讲过你的 vision 是什么，你的梦想是什么。我们人生在世，我们一方面要谋生另外一方面要有追求追求自己的梦想。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当然谋生第一，首先要谋生。你能不能解决，先要第一解决你的生存的问题，但是不能只想生存的问题。如果你只想生存的问题，可能你永远在解决生存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觉得你先要问一下你自己，你的梦想是什么？第二个，你会什么？你最擅长什么？第三个，你对什么最感兴趣？你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再来考虑你该干什么，好不好？我不能够给你建议，因为我不知道东西太多了。其实最了解你自己的就是你自己情况，文娱产业想要骂人，每次做什么题材，悬疑、恐怖、审美轮流被政策搞，一天一个政策。现在网文、漫画、动画、游戏什么都没法做，是这样。情况，我不止一次在看完王先生节目后，在3联生活周刊上读到话题相同、思考角度类似的财经文章，猜测作者常被王先生inspire。我甚至在某个很小的微信公众号上读到某作者给自己孩子的信，和王先生写给女儿的信基本上一字不差。这说明王先生很有见地，很被认可。毕竟模仿是最真挚的恭维，谢谢你对了，我忘了有一个，今天我其实非常想给大家更新的两个东西一个是关于这个拜登总统对于这个全民免疫的一个看法。他的看法是什么？他的看法是，我一定要跟大家报告一下我这搁哪儿去了？他大概估计明年6月份估计就能够实现全民免疫那么我也差不多，我也是这么认为，就是明年上半年今年的6月份大体上就可以实现全民免疫，这是美国的一个情况。哎呀，我真的是刚才一着急就不知道搁哪儿去了。找不到了，我们下次再说吧。好吧，那鸣谢一下鸣谢。HJ1985，谢谢。感想不止大报纸，推特上也有一堆感叹国际资本看好中国之类的新闻，但是如果你有基本的常识判断，就要想一想，政治气氛如此萧煞，国际关系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怎么会有大量的资本流入？就算有游资进来，也会在获利后再洗出去。这里面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讲，今年是有一些
热钱流入中国的证券市场，所以中国的净流入是300亿美元啊，将近是300亿美元左右。你说有多大规模，我也不觉得有太大规模，因为其实上半年中国的经济是处于停顿状态，其实就剩下下半年的时间啊，所以有多大规模我不觉得啊。观点，王先生说中国不可能靠内需发展，这点我有疑问。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经历过从贫困到富裕的过程，内需都是逐步扩大。中国05年左右外贸依赖度在 50% 的样子，现在应该在 20% 以下。主要发展动力就是消费，我不同意啊。你的这个数据呢，其实我们有几个参考数据啊，一个参考数据就是去年的上半年到去年的下半年，有几个叫外贸依赖度的数据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内部消费的数据，这两个数据和你说的这个数据都不一样。我不这么认为，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你看整体的经济结构你就知道啊。那么中国的老百姓分享到的经济成果的比例是非常的小，那么政府拿走了一大块，然后在这个老百姓拿到的这一部分当中呢，我们以前有个数据啊，这个数据是中国大概 21% 的家庭占有了中国 60% 的存款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震惊的数据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中国普通的老百姓是很穷，没什么钱。我印象中中国应该有 2.2 亿的老百姓，2亿还是 2.2 亿，中国有2亿人口是没有银行账号的，所以其实中国存在普遍的贫困现象，所以从总体的经济结构来看，中国是没办法按照普通国家的情况来实现内部慢慢的由贫穷到小康到富裕的一个这样的增长的过程。为什么？政治独裁呀，政治独裁你没有力量没有杠杆去获取财富啊，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提问，王老师能否说一下中国上半年房地产风险？这个我没办法今天来讲，因为时间不够。我简单的说一下吧。去年我看了一个数字啊，去年广东省卖地收入将近5000亿啊，5000亿，大幅增长。那么我相信其他的省的情况也类似啊。去年中国经济维持一个这样的局面，靠2样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房地产，第二个是出口。如果没有这2样东西，中国经济就基本上就崩溃了。所以中国经济去年是靠房地产跟出口。那么今年的情况怎么样？今年的情况，我觉得房地产市场现在不好说在哪里。第一，各个地方情况不同；第二个，北上广深是很活跃，开始活跃起来。那么地方政府开始有点紧张啊，就怕上面下猛药，所以他们先开始进行一些微调，希望把这个温度降下来，但是维持它活跃。那么市场会怎么走不好说，因为去年大水漫灌，这个市场上资金充裕，这是房地产活跃的其中一个必要的条件啊。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上一次有一个节目讲到，就是富裕的家庭把他们的钱都投到了房地产里面去。所以你可以看到，实际上这个叫改善型的户型的房子卖得非常的活跃，交易非常的活跃，刚需就上不去了，刚需没上去的原因是因为老百姓很穷，上不了车，大概的情形是一个这样的情形。这样情形能不能维持不知道，经济环境、市场的内部的情况，你这个大概无法有一个笼统的分析，可能必须
你就着广州市场，就着上海市场，就着杭州市场、苏州市场个别去讨论，很难一概而论。因为房地产是一个非标准的市场，非标准产品的市场，所以我们不能够这样子一概而论。但是来到这个位置，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去年我就提醒大家啊，要小心啊，要小心，小心风险，控制风险，控制仓位，好吗？明谢 Rainy Mark 谢谢，丁建军谢谢，玉鑫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